陈峰抱着小狼崽们逃离到安全的地方，打开芥子袋。不过低阶芥子袋装不了活物，只能拿出货匣子，把三小只给丢进去了。就这样，铲屎官陈峰上线。孙长老派出寻找陈峰的弟子，很不幸的被青木宗长老给盯上了。他先是出手秀了一下存在感，以你们的实力，不可能对二公子造成威胁。那怎么现在当个反派还有实力门槛了？这时候两位小哥哥为了保命，立马想让陈峰背锅。青木宗长老察觉出异样，一鞭子把陈峰给打出来了。咱们就喜欢绝世武魂的风格，能动手绝不话多。青木宗长老劈头就给陈峰一鞭，没想到这小子给应接了。本来打算趁乱溜走的小哥哥被陈峰实力惊驾，这会儿还回头评价。对于这种作死的行为，青木宗长老怒急攻心，挥鞭一打，有我没他，结果又被陈峰给拦回去了。陈峰想劝说两位师弟加入战斗，没想到两位师弟趁机还是要溜。青木宗长老终于顿悟，可能今日不宜用鞭，于是他徒手一劈，轻松解决了2名前元宗弟子。接下来自然就是收拾陈峰。虽说两人有等级差距，但是陈峰居然还是没事，果然是一个宗门出来了。这位长老也开始讨要陈峰的功法，眼看着陈峰被困，被反复折磨时，黑血蛇又来了。大风已经怀疑这小黑蛇可能跟陈峰是一伙的了，没几下黑血蛇就搞定了长老，转身就朝陈峰逼近。避无可避之际，没想到碧水妖蟒来了，咱男主的光环实在是有点刺眼啊。接下来应该就是坐收渔利了。陈峰后来是收集了2张上古妖兽皮吗？知道了小伙伴快在评论区留言吧，关注大风说，收获一大波儿。